穿越相思門，師姐勸我斬斷無用靈根，可我不但沒斬，還靠着它成功當上門主。只因這個相思門的門風實在是不正經，不僅有着搶婚現場玩死新郎的女弟子，所有的長老還都是走後門才坐上去的，甚至還逼其他宗门亦臨時買一顆紅豆。此時大量的藍星記憶湧入，蘇季暫時還沒理清這裡發生了什麼事，但問題不大，就這對話，開局合歡宗對吧？這種劇情他熟，接下來二弟恐怕得辛苦一陣子了。師妹進來吧。得到蘇季的答覆，只聽嘎吱一聲，門被推開，雪裡透粉的小腿最先邁進來，步調輕盈，並未激烈。少女一身紅上拂過門檻，與蘇季這間略顯破舊的屋子顯得格格不入。眉眼狡黠的狐狸面具側掛在她的小腦袋上，並未遮住面容。看到蘇季，少女眼睛倏地一亮，嘴角揚起些許笑意，頰邊漾開淺淺的梨渦。蘇季師兄，就剩一盞茶的時間，動作得快一些了哦。蘇季忽然感覺靈根也不是那麼穩固了，清纯中揉雜着微微媚意。該說不愧是合歡宗，吃這麼好，他蘇季還真就好這一口。不過一盏茶的時間是看不起誰，家中必須加重，至少也要半個時辰吧。少女聞言，露出小虎牙，咬了咬嘴唇，臉上掛着疑惑。突破煉氣需要半個時辰，師兄身體有急嗎？蘇季剛好他的記憶終於翻到這裡，這裡不但不是合歡宗，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相思門。入我相思門，知我相思苦。也就是說，眼前的少女大概率是心有所屬的戀愛腦，真他媽是好白菜都給豬拱了。不過怎麼感覺聽起來更刺激？蘇季師兄，請盤膝坐好，凝神靜氣。少女的聲音將蘇季從記憶中拉回幾分，她依言盤坐。少女輕移來到他身後，一只溫軟的小手輕輕貼上他的後心要穴，手指觸感細膩，隔着薄薄的衣衫，依舊能感受到那份溫熱。蘇季身形微不可察地僵了一下，感受到蘇季身體僵硬了起来。少女提醒蘇季：“師兄放輕鬆，別回頭。”聲音帶着幾分認真，隨即一股清澈的靈力渡入蘇季體內。六合之間，四海之內，朝以日月，伏以星辰，祭以40，要以太歲。或妖或獸，為聖人得其道。少女的輕呵在他耳畔響起，帶着幾分急促。就是現在，師兄動手衝！少女渡來的靈力引領着蘇季自身那點微薄的靈力匯聚成一股溪流。蘇季扶持心靈，全力催動靈力，朝着那層無形的壁障狠狠撞去。不，一聲机不可聞的破碎聲在他體內響起，剎那，遠比之前精純數倍的靈力在蘇季的丹田氣海中流淌，四肢百骸流淌過一股難以言喻的舒暢。練氣期成了。接着，蘇季耳邊響起令他略微诧異的聲音：首次突破練氣期，獲得一次天命加持。請從以下天命中任選一項。天命一，君子藏气於身，天命品級白色，效果你可以将自己的气隱藏，死亡前不受任何外力傷害。天命二，待到陰陽逆亂時，天命品級白色，效果你的性別將被置換一次。天命三，逆為仙白，天命品級白色，效果隨即獲得一個綠色品級的天命。呵，蘇季的嘴角有些難壓，別說 AKJK 來了都壓不住的那種。雖然這些天命名字聽起來拿到就是亂殺，可實際效果一言難盡。但這種事情很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蘇季的金手指到賬了，不需要多少年，這個世界的風裡都會流傳着他的名字。然而還不等蘇季繼續幻想時間，少女依舊軟糯的聲音卻似索命的惡鬼。師兄笑得這麼開心，是因為天命。那位便宜師妹不知何時已經來到蘇季面前，蘇季猛然一驚，殺意下意識就險些湧出。什麼路數讀心術，還是他穿越者的身份暴露，被做局了？他是如何知道自己的金手指？還不等蘇季考慮如何殺人滅口，少女繼續開口：我初始天命是藍色的，師兄笑得這麼開心，難道是紫色？等會兒你初始天命？蘇季反應也是極快，你意思是這玩意兒原來人人都有，這個世界人人開掛，而且藍色一聽就比他白色強10倍。蘇季決定套一下話，連忙擺手：哪有那麼誇張？我剛好也是藍色的。我被修士每一次突破大境界都會獲得一次天命加持，白、綠、藍、紫、橙、紅、彩。初始天命是不會太高的，一般練氣期獲得綠色天命的概率最大。師兄初始就有藍色天命，已經算是百裡挑一，金丹大道可期。蘇季那 JK 難壓的嘴角徹底被壓下去了，不但不是天胡開局，甚至變成天崩開局。正常人平均都有綠色，他3個白怎麼玩？請盡快選擇天命，否則視為放棄。聽到催促，蘇季只能心中默念一聲逆為仙。雖然隨即綠色天命，好歹也算正常人水。蘇季，剛剛的 JK 別走，再回來壓一下他的嘴角。逆為仙白已觸發，隨機為逆為仙綠，逆為仙綠已觸發，隨機為逆為仙藍，逆為仙紅已觸發，隨機為戀愛選項彩。等會兒，為什麼白色的天命聽起來那麼有逼格，彩色的天賦名字這麼抽象？蘇季一邊吐槽，一邊看向自己的天命。天命戀愛選項，天命品級彩色，效果你與任意符合你審美的女修對話，都有概率觸發戀愛選項，做出選擇之後，有概率獲取神秘獎勵或遭遇追殺。所以在相思門裡和師妹師姐對話，就有概率觸發戀愛選項，這對勁兒嗎？這不對勁兒，但是這帶勁兒。等會兒有更不對勁兒的東西來了。蘇季這一看，發現他的天命竟有2個。天命窺天命，天命品級黑色，效果
收集6種不同品級的逆位先后获得，每7天可以窥探1次既定的未来。窥天命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为逆流而上的大修或成天命的提现傀儡，随时弹道，大吓人穿越福利就是好。等会儿这算什麼穿越福利？蘇季覺得能走到這一步，全是他的天賦與努力，是他隨機天命的時間點選的精妙絕倫。小小運贏了一下，現在彩色天命開局，這不算天命所歸，那什麼才是天命所歸？別說相思門，以就特麼就是個魔門，他蘇季也能隨便殺出一條活路，好吧？見到蘇季陷入沉默，少女開口打破氣氛。既然蘇季師兄成功突破煉氣期，那我就不做打擾，先行告辭。少女走到門口，停頓了一下，記得去貢獻堂給我一個好評。蘇季啥？給一個好評？那能不能解鎖特殊服務？服務到位的話，下次還點你。這該死的熟悉感。蘇季甚至開始懷疑他是不是真的穿越，該不會是枕頭墊太高，還在做夢吧？算了，問題依舊不大。此時蘇季已經將2份記憶都消化的差不多，這種複雜的記憶與世界觀是做夢的概率幾乎沒有。正好他準備自由探索一下，那師妹走好，我就不送。與蘇九對話，符合審美，觸發戀愛選項。選項1，溫和回應，表示對師妹幫忙突破的感謝，肯定會給好評，並順勢詢問他雜役弟子成為外門弟子的流程，獎勵相思門外門弟子身份。選項2，直接拒絕，表示沒有特殊服務也想要好評給耶爬，可能觸發特殊劇情，也可能直接開啟戰鬥。選項3，直言不諱，質疑對方天命與修為都不差，怎麼會做這種幫助雜役弟子突破的任務，獎勵未知。常駐選項以汝3指微命，既無上劍道當前擊殺樹林。蘇季迅速掃過4個選項，蘇九，原來這便宜師妹叫這個名字，都姓蘇，沒準幾百年前還是一家人呢。選項1，中規中矩，毫無新意。選項2，字裡行間透着一股或賭賭不有點不共戴天的味道。選項3，蘇季確實有這樣的疑惑。根據蘇季已經重新整理好的記憶，他是當了2年半的雜役弟子，勉強湊夠宗門貢獻，這才換取一次突破煉氣的機會。因為資歷夠老，所以蘇九才喊他師兄。但通常這種任務基本是放出去給其他外門弟子接的，那些外門弟子本身也就煉氣的水平，幫忙突破的效率一言難盡，哪有這師妹的手法巧妙，按的那叫一個舒服。至於最後一個常駐選項，說實話，蘇季是有些心動的。為什麼？你看啊，之前那2個白色天命，名字和效果不能說沾不上一點邊吧，但是有一種反差的抽象感。所以這個戀愛選項真正的用法該不會是總有女人和我對話影響我修行，殺殺殺，我要殺到無人敢出聲。當然這只是蘇季的猜測，現在想要驗證也不實際，用屁股想都知道他不是蘇九的對手。2個特殊天命看起來誇張，但一點實際戰力也沒有提供，所以初來乍到先穩一手。蘇季感覺選項3就挺穩的。師妹，有一句話我不知當不當問。蘇九眨了眨眼，似乎沒想到蘇季會這麼問，他略微回頭看向蘇季，交淺言深，都說無益，師兄還是別問了。蘇季總感覺這個世界畫風不太對勁兒啊，你就一點都不好奇嗎？不過問題還是不大，只是蘇九剛準備踩着雪白的小腳踏出門檻，又好像想起什麼，突然退了回來。他回到蘇季面前，伸手往自己懷裡掏了掏。師兄剛突破煉氣，境界尚未穩固。蘇九說着，取出一個小巧的玉瓶，遞向蘇季。我這裡有瓶自己手搓的1階凝血丹，雖然品級不高，但勝在藥效溫和，對內外傷都有不錯的止血鎮痛效果。蘇季，這又是什麼？他該不會是看上自己的帥臉，想要強行為自己吃軟飯吧？不然怎麼解釋這種行為？隨後，蘇九開口解釋了這種行為。師兄若是不嫌棄，就算你3塊下品靈石好了，比房市裡便宜不少的。燕國的地圖怎麼如此之短？這就圖窮匕見。他現在神完氣足，4肢百骸舒暢無比，哪來的內外傷需要止血鎮痛？你要說來一瓶鞏固境界或是加快修煉速度的丹藥，蘇季或許還會認真考慮一下這凝血丹。別手搓了，就算你用腳搓的，也不值3塊下品靈石啊。蘇季婉拒，我暫時不需要。蘇九聞言，面色古怪，聲音也低了幾分。這凝血丹雖不貴重，但師兄最近難免受傷，關鍵時刻或許能派上用場。蘇季挑了挑眉，蘇九這句話說得很沒有情商，還是他在暗示什麼？但3塊下品靈石，蘇季確實拿不出來。謝謝師妹的好意，我暫時拿不出來這麼多靈石。蘇九聞言，也沒有強買強賣的意思，猶豫了一下，扒開瓶塞，從中倒出一顆凝血丹，躺在他的手心，隨後拋給了蘇季，語氣也不復之前的溫和，有些冰冷。仙路漫漫，師兄後會無期。說完之後，頭也不回地踏出門檻，莫名其妙。以蘇季的視角，確實有些難看出來這位師妹神神秘秘的，究竟想要表達什麼？她有沒有上帝視？等會兒，她好像還真有上帝視角。有一句話說得好，留着過年的早用早 CD， 窺天命。周遭的世界瞬間被按下暫停鍵，幕牆上斑駁的紋理，空氣中浮動的微塵，一切皆靜止。緊接着，深邃浩渺、不可名狀之物在她眼前炸開，又迅速收縮，化作億萬星點。她看到無數條絲線，這些絲線或明或暗，或粗或細，而這些都處於一種虛無的狀態。蘇季能夠觸及的實體絲線只有1根，格外明亮，還帶着幾分暗紅。蘇季的意識猛地扯斷了這一條絲線，眼前的景象飛速變換，正好讓他看看什麼叫做既定的天命。那根被蘇季意識觸及的暗紅絲線應念而斷，周遭空間如鏡面寸寸崩裂，化作齑粉。當眼前的景象再次清晰時，他發現自己身處一間陌生的木屋中，正前方一個身着灰袍的女子背對着他，鏘鏘鏘。
他不知道在做什麼，弄出一種令人牙酸耳刺的金屬摩擦声。2秒後，女子扭轉身子，剛刚發出怪聲的是她手中一柄造型古怪的短刃，刀身不長卻寬，刃口閃烁着寒芒。蘇季嘗試開口，卻發現自己發不出任何聲音，身體也無法動彈，他只是一個虛無的旁觀者。灰袍女子的目光落在蘇季身上，上下打量着，把道袍脫了。他開口，聲音不帶任何情緒起伏。蘇季，什麼玩意兒？他腦子嗡的一下，這展開是不是過於勁爆了？又來這種，這裡真不是合歡宗。灰袍女子手指輕輕拂過刀刃，快點，你那靈根我幫你去了，這是成為外門弟子必要的流程。灰袍女子繼續用那毫無波瀾的語調說道：大道無期，我相思門的難修，不該將時間浪費在無意義的事情上，貪一時魚水之歡。靈根，蘇季一愣，他的資質不行。等會兒，聯想到這灰袍女子手中那柄寒光閃閃的短刃和最後一句話，不對，我草梨奈奈。蘇季瞬間眼神都清澈起來，難道說？隨即一股寒意從腳底板直衝天靈蓋，他下意識就想起那個沒有被選擇的白色天命君子藏器於身。說實話，蘇季有點想他，忽然也就理解蘇九之前有些谜語人的怪異行為。師兄最近難免受傷，關鍵時刻或許能派上用場。谜語人真該死啊！明明說清楚點就能讓他避免的事情，罷了，人家也沒有那個義務。只是他美好的穿越生活還沒開始，就要先經歷這種慘無人道的劇情。這相思門真是正經門派，比合歡宗還邪門。人家合歡宗最多是讓他受累，這相思門是直接想讓他下崗。見蘇季半天沒有反應，那灰袍女子語氣依舊平靜，磨磨唧唧，算了，我自己來吧。蘇季看着他一步步走近，手中的短刃反射着幽冷的光。他想逃跑，但身体依舊不听使喚，只能眼睜睜看着那柄決定他下半生幸福的刀離自己越來越近。出師未捷身先割，然後就在蘇季道袍被扒下来，短刃的寒鳞斬下來的瞬間，眼前的景象如被投入石子的水面，剧烈波動。灰袍女子的身影迅速扭曲消散，蘇季的意識猛地一沉，回到那間破舊的木屋。蘇九早已離去，屋門虛掩着。蘇季大口喘着粗氣，下意識低頭，萬幸還在。呼，即便這樣，依舊心有餘悸。說實話，若不是提前窺見那一幕，他傻乎乎的去領外門弟子身份，十有八成就要着了道。那灰袍女子的修為，蘇季看不透，可直覺告訴他，絕對遠超練氣期，反正絕對不是他能夠反抗的。最好的結果也就保住了靈根，丟了小命。蘇季攤開手掌，看着靜靜躺在掌心的紅色丹藥凝血丹。之前他還覺得這玩意兒沒用，現在看來簡直就是救命的寶貝。没有凝血丹陣痛止血，蘇季都不敢想。算了，就算有凝血丹，他也不敢想。混蛋，別小看他靈根之間的羈絆啊！蘇季開始仔細梳理腦海中的記憶，或許破局之道就在其中。首先，他的新手村位置不錯，這裡也叫大夏國，感覺有些巧。其次，大夏国的天地靈氣枯竭，金丹便已經是極限。隨後勢力劃分為一國、五聖地、九宗、13門、相思門，於13門中位列第9，屬於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準一流宗門。而蘇季的記憶中，並沒有關於成為外門弟子需要切靈根的任何信息。或許因為他是外門雜役弟子，接觸到的信息有限。托關係，蘇季在相思門無親無故，送禮，他一瓶凝血丹都買不起。反抗雖然說出來有些抽象，可以金丹為上限的大夏國中，築基已是大能，非常絕望又難以反抗的未來。要不現在開溜，這仙不能修了，在外面當個散修也是極好的。蘇季將凝血丹揣入懷中，換取突破練氣的機會，完全掏空了他的家底。這已經是蘇季身上唯一還算值錢的東西。木門被拉開一條縫隙，確認外面無人後，蘇季偷偷溜了出去。憑借着2年半雜役弟子生涯中對相思門地形的熟悉，蘇季避開一些巡邏的弟子，一路有驚無險地摸到山門附近。高聳的山門牌坊下，2名身着相思門制式道袍的弟子百無聊賴地守在那裡。蘇季屏住呼吸，正想趁着他們交談分神之際溜過去，站住其中一名高個弟子眼神銳利，立刻發現了他。蘇季心頭暗道不妙，他想要加速跑，又怕被人從背後一掌打死。另一名稍矮的弟子也看了過來，上下打量着蘇季這身雜役的服飾。雜役弟子想出山令牌呢？令牌？他有個屁令牌！就在蘇季思索着是强闖還是另尋他法的時候，一陣環佩叮當聲由遠及近，一位身段妖嬈的女修緩步走來。他手中捏着一枚泛着青光的玉牌，2名守山弟子見到來人，態度明顯恭敬不少，揚起的鼻子馬上就放了下去。師姐，那女修只是輕輕嗯了一聲，便將玉牌拋了過去下山。高個弟子接過玉牌，凌厲探入其中查驗一番，隨即問道：“敢問師姐，下山所謂何事？按規矩需登記在冊。”女修聞言，紅唇勾起一抹弧度，語氣卻帶着幾分病態的甜蜜。我喜歡的人今天要成親了，我要下山去搶親，我要當着他那新婚妻子的面，把他的活活玩廢。2名守山弟子聽完，臉上毫無波瀾，仿佛聽見的是今天天氣不錯之類的尋常話語。高個弟子只是點點頭，在玉簡上記錄幾筆，祝師姐心想事成，攜根而歸。隨後，他將玉牌恭敬地還給女修，側身讓開道路。而蘇季呢，他已經默默退回自己的小木屋，所以既定的天命，意思是根本就無法更改的未來。放屁！不要小看他和靈根的羈絆，絕境之中尚有一線生機。蘇九啊，真不是我要刷差評，等保住靈根，我一定會給你好評。蘇九啊，蘇九，別怪師兄不是人，實在兄弟太誘人。相思門的貢獻堂離蘇季的住處不算太遠，一路上，蘇季看到不少行色匆匆的同門，有的面色透着扭曲的狂熱，嘴裡念念有詞，聽不清說些什麼；有的則神情恍惚，只是機械的行走。更有一名女弟子倚在路邊的一棵歪脖子樹上，對着空氣痴痴的笑。
那叽叽叽叽的笑聲格外瘆人。蘇季只覺得後頸發涼，他看不出來這宗門和相思哪怕有1毛錢關係。不多時，貢獻堂那略顯氣派的門樓便出現在眼前，這裡倒是多了幾分人氣，弟子們進進出出，大多神色正常，偶有交談，也只是圍繞着任務和宗門貢獻點。蘇季定了定神，走進去，貢獻堂內幾名執事弟子正坐在長案後處理事務。蘇季找了個看起來稍稍面善一些的執事弟子，低聲問道：“師兄，請問我要如何評價協助我突破的師妹？”那執事弟子頭也沒抬，指了指旁邊的一塊玉璧：“神識探入，找到對應的任務記錄，即可評價好評，差評皆可，宗門不干涉。”為保險起見，蘇季還是多嘴一句：“我打差評。”他暴怒之下會不會？執事弟子有些不耐：“自然是不能的，不然還搞啥評價？”這個回答和蘇季預想的一樣。還不等他鬆一口氣，執事弟子眉頭一皺，補充一句：“至少在宗門內不能。”蘇季仔細一想，倒也正常。出了宗門，一個剛入煉氣的弟子死外面，宗門也懶得追查，那就有些棘手了。本來還想騙蘇九帶自己出宗門，然後支開他逃跑，從此天高任鳥飛。計劃有變，但問題還是不大。蘇季來到玉璧前，他剛入煉氣，神識不能離體，只能用手去觸碰，將自己那點微薄的神識探入其中。花了有一小會兒的功夫，才找到自己之前求助突破煉氣的那條記錄。記錄下方果然有評價選項。雖然感覺這個世界畫風不太對勁，但蘇季沒有絲毫猶豫，直接點在差評上，甚至還想洋洋灑灑寫上幾百字的差評理由。但玉璧上並無此功能，只能選擇好、中、差。做完這一切，就在蘇季準備抽身離開時，眼角餘光瞥見旁邊一名弟子，那是一名男弟子，身形瘦削，臉色蒼白的有些過分，眼窩深陷。登記任務：寻一株陰葵草，這是筑基期能弄到最好的傀儡材料，能保屍身100年不朽。他一定會喜歡，為了他，我什麼都願意。那男弟子喃喃自語，聲音帶着病態的迷戀。蘇季好像有點看懂了，尼瑪，撞大運了！這裡是病嬌門。蘇季不敢多留，連忙退出貢獻堂。等他回到自己那間破舊的小木屋，這才稍稍鬆了口氣。現在就等蘇九會有什麼反應。按照常理，被人打差評，多少會有些不快。若是蘇九氣勢洶洶找上門來，自己也得有個心理準備。只能說考驗他口技的時候就要來了。然而半天過去了，時間已經推移到傍晚。蘇九沒有任何動靜，蘇季有些坐立不安起來。他突破煉氣，拖1-2天問題不大，可以需要鞏固一下修為。所以蘇九怎麼還不來？這不符合。扣。就在蘇季準備另尋他法之時，敲門聲終於響起。蘇季一個機靈，從床板上彈了起來。來了。他走到門後，明知故問誰。蘇景。門外傳來的依舊是那柔糯的聲線。蘇季猶豫了一下，還是拉開門栓。對方真要動武，這木門也攔不住他。門外，蘇九悄聲聲地立着，依舊是一身紅裳，只是預想中的怒容並未出現。他臉上甚至還帶着淺淺的笑意，有些詭異。這種反應，蘇季反而一時間不知該如何開口。蘇九師妹，你？蘇九輕聲問道。蘇季師兄，聽說你給我打差評了。他的語氣很輕，像在問今天天氣如何一般隨意。蘇季的心猛地提了起來，這反應太不對勁了。該不會是笑裡藏刀吧？與蘇九對話，目標符合審美，觸發戀愛選項。選項一矢口否認，表示絕無此事。定是貢獻堂的執事弟子搞錯了。獎勵蘇九的輕蔑一笑。選項二坦然承認，直言自己突破後他推銷丹藥，另有所圖。獎勵蘇九的輕蔑一笑。選項三故作委屈，表示自己並非有意，只是當時心神不寧，錯點了評價，並詢問是否有彌補的機會。獎勵蘇九的輕蔑一笑。常駐選項以辱3尺微命，既無上劍道，當前擊殺樹靈。這貨怎麼有點油鹽不進啊？要不是打不過，蘇季真想把他直接祭劍得了。他叫蘇九，誠如你所見，他是一位非常普通的人類修士，才怪，他其實是只九尾天狐。至於狐狸面具，很簡單，他越是這樣，同門就越不會把他往是狐狸精上聯想，而他身上背負的東西遠比任何人都要沉重。任何人因為這個世界病了，為何這麼說呢？你很快就知道了。至於有多快，3、2、1。後中又帶幾分飄渺的聲音，同時在蘇季與蘇九的耳邊響起。奉天承運，你收回一次天道秘境的邀請，是否接受邀請？還不等蘇季反應，蘇九的身影就緩緩消失在他的視線中。蘇季有些想跟又不太敢跟，秘境是機遇，但把握不住就是殺劫。他一知半解地聽過一些關於天道秘境的信息，有些是比拼實力，有些則是千奇百怪的難題，所以他就算剛剛練氣，也是有機會搏一搏的。可是那是太微。就在這時，卡在蘇九腦門上的4個選項直接摔在地上，碎成一地殘渣，好似在嘲笑蘇季的無力掙扎。既定的天命就是無法改變。蘇季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兄弟，放屁，危險尼瑪呢！這個時候再不熱血上大頭，等會兒就要熱血見小頭了。他就是死在秘境裡，也算是改變了既定的天命。蘭心老家有一句話說得好，人死也要鳥朝天，接受。蘇季的身影也在木屋中緩緩消失。此時正在天道秘境中的蘇九將側掛在自己小腦袋上的狐狸面具往下拉。红衣好見血，面具好藏名，他是有備而來的。蘇九知道這個秘境的內容，接下來就是殺殺殺，最終只有一個人能活着闖出這個秘境，剩下出去的都是屍體。但某些修士身上未必沒有長輩留下尋仇的手段。隨後蘇九向前邁出一步，誰想到正好撞在突然出現的蘇季胸口位置，一種難以置信的荒謬感湧上蘇九的心頭。因為這裡明明應該是單人入口啊，而以蘇季的實力又注定會死在這個秘境，與其浪費枉送性命，不如把名額讓給他。當然這個名額他也不是白拿的，
為蘇季突破煉氣的手段是九尾天狐一脈的特殊傳承，能夠短暫提高一個人氣運。當然，實際效果是因人而異，全當他搶走秘境資格的補償。不然以蘇季的天賦，哪有那麼好的命？看他那時候詫異的反應，肯定得到一個紫色天命，只是對自己有戒心藏拙了，結果還掩耳盜鈴的給自己打差評。但這都不是重點，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蘇季為啥還能進入秘境，哪個環節出現了問題？等會兒，難道是因為他不算人？蘇季只覺眼前一花，在定睛時已然身處另一方天地，腳下的地面約莫5步見方，四周則是混沌一片，看不清邊界。蘇九蹙着眉退後一步，狐狸面具遮住大半神情，但那雙露出的眼眸裡還是充滿驚異。不等两人有所交流，一道毫無情感的声音在他們頭頂響起：自九天而來，在秘境回蕩，天道秘境開啟，此番試煉非比尋常，不問當下修為，只論未來成就。爾等此刻之力，將悉數拔之，既定未來中的全盛之期。汝之未來，將化虛影加持汝身，最終為聖者一人，可攜造化而出，餘者皆為塵土。果然與蘇九所知道的一樣，最終只能活下一人，因為天道在陽谷，只是比起陽谷的廝殺，這個秘境有一種道果為因的既視感，只需要選出未來的最強者活着就行了。剩下的所謂天驕，不過是活着浪費天財地寶的廢物吧。他身負九尾天狐血脈，未來注定屹立於修行界的頂端，這一點他深信不疑。這秘境規則可以說是為了他量身打造的，只是蘇季。蘇九的目光落在蘇季身上，一絲複雜難明的情緒閃過。殺了他，還是因為自己非人的特殊性，或許能有別的出路。可若真能兩人一同出去，他這紅衣與面具恐怕就白費了心思，還有他身上背負的那些秘密。蘇九最終還是開口了。蘇季，他懶得繼續演戲，師兄也不喊，告訴我你想活嗎？蘇季也是心頭一沉，是因為隨機彩色天命把他這段時間的運氣都用完了。一個人怎麼可以倒霉到這種程度？不光是生死搏殺的秘境，甚至只能活一人。我與蘇九對話，目標符合審美，觸發戀愛選項。選項1立即下跪大喊媽饒命，獎勵活着的可能。選項2立刻磕頭哀求對方蘇九師妹，我不想死，獎勵活着的可能。選項3連連點頭，趴在地上抱住對方的腳，求求他放過自己，獎勵被一腳踹在臉上，踢開加活着的可能。常駐選項結，哪來的女修不知道？我生平最討厭女修了。當前擊殺數9999999。看到選項4，蘇季忽然就反應過來了。未來的全盛期，你要說他一個剛剛練氣的小修士能有多強？他不是直接被蘇九碾壓成渣，但你可見識過我的全盛期？蘇季看向自己的天命，天命一絕愛，絕情絕心絕劍啊！天命品級黑色，介紹劍道增幅 0.01%， 成女修擊殺數量，免疫女修精神攻擊，有戀愛選項進階，節无建議，成无建議成。天命25為人皇，天命品級彩色，效果炼化敗於自己手中的修士，強化己身，强化幅度視為炼化目標，決定當前人皇幡炼化數量999999。道友，來我這散發鴻蒙紫氣中的人皇幡一去如何？天命96扭曲的扇，天命品級白色，效果不被視為邪修。當那一刀落下的之時，你們可曾想過今天我曾苦苦哀求，刀終究還是落下了。那你覺得你求我，我這一劍就不會落下了？結是你們自找的，足足96條天命加身。不等蘇季細思，一股磅礴到難以想象的力量猛地從他體內深處湧現，他身後一道模糊的虛影開始緩緩凝聚。蘇九也感受到自己體內力量的急劇攀升，身後雪白蓬鬆的9條狐尾搖曳，巨大天狐虛影若隱若現，散發着令人心悸的威壓。他自信滿滿。可有人見過九尾天狐的全盛之姿？他於此境全無敵。他繼續看向蘇季，等待他的答覆。可就這一眼，那份自信猛地一滯，蘇季身後的虛影也在飛速凝視，與蘇九那聖潔的天狐之影截然不同。他甚至已經不能叫做他充滿了不祥的詭異。虛影的面容與蘇季有7分相似，但右眼的位置是一個空洞的窟窿，僅存的左眼中是化不開的陰鬱與瘋狂。他的左手竟是森然白骨，5根骨指如鈎，右臂則粗壯異常，覆蓋着漆黑的鱗甲，反映着幽冷的寒芒。更令人頭皮發麻的是，虛影的背後赫然交叉掛着2杆黑道發斜的幡旗，其面漆黑，隱約可見無數扭曲哀嚎的人臉在其中沉浮，陣陣陰風捲過，帶來令人神魂顫栗的凄厲鬼笑。這是煉化了多少人的萬魂幡，還是異魂幡？蘇九的瞳孔驟然收縮。這蘇季他的未來究竟是什麼？這股氣息比他想象中任何邪魔歪道都要來得純粹，來得恐怖。別說蘇九了，蘇季自己都呆住了。他能感覺到身後那道虛影與自己之間存在着一種奇妙的聯繫，那就是未來的自己。只是這造型是修仙者，不如說是從九幽爬出來的惡鬼更有說服力。沙啞的笑聲突兀地從蘇季身後的虛影口中傳出，帶着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快意。蘇九強忍着不適，動用九尾天狐一族的底蘊，窺探蘇季的根腳。原本這能把人擠碎尿床都窺探到一乾二淨的手段，卻只看看寥寥幾句。人物蘇季，修為既道，
會有人因為尋到羊而踏至頂峰，也會有人因為失去鳥而殺到癲狂。你要問何謂祭道？字面意思，獻祭天道之後，取而代之，極致升華的無敵境界。现在這次天道秘境中的所有人都得死，包括他在內。蘇九看到那虛影陰鬱的獨眼看了過來，蘇季與他一同開口：結，哪來的女修？僅僅只是一個眼神，蘇九感覺到他背後九尾天狐的幾近潰散，絕對的實力，無人可以忤逆。只是太荒謬了啊！他不理解，只因沒保住自己的鳥，就變成這副鬼模樣。要是能給他再來一次的機會，他就算拼命了也會守護好蘇季的鳥啊！但顯然蘇九已經沒有再來一次的機會。周圍的濃霧散盡，秘境正式開始。任他巧舌如簧，蘇季會給他發揮的機會自然是不會的。秘境清清楚楚寫着，最終只有一人能夠活着出去。不管自己如何解釋，蘇季只會認為自己是在欺騙他，而且他甚至開不了口。身後虛影的9條尾巴不受控制的炸毛，他從未感受過這樣純粹的絕望，就像一只螞蟻仰望着即將墜落的天穹。他的喉嚨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死死掐住，發不出半點聲音。就在這時，一道璀璨的金光劃破了這方天地的昏暗，一輛由4匹神骏天馬拉拽的黄金戰車碾碎虛空，轟然而至。戰車之上，一名身穿金絲羽衣的青年负手而立，他面如冠玉，剑眉星目，周身環繞着熾熱如太陽的靈力波動，氣勢逼人。在下烈陽聖地蕭凡。青年声若洪鐘，帶着與生俱來的傲慢。何妨要挾，再次作祟，還不速速束手就擒？他的視線掃過蘇季身後那尊可怖的虛影，眉頭微蹙，但並未有多少畏懼，反而在看到虛影前方那紅衣如火、身段婀娜的蘇九時，他眼中迸發出一陣火熱。好一個绝色佳人，雖然被那妖邪的氣息震懾，但眉眼間的風情依舊動人心魄。只是可惜了，這次秘境注定只有一人能夠活着出去，不過是一具紅粉骷髏，但不影響他趁熱享用一下。他不過是一個魏瑪小廝，也未曾想過自己的未來會如此恐怖。待他拿下這一處天道秘境，出去之後就能一步一步爬到最高。蕭凡自顧自地想到，顯然已經將蘇季當成自己的囊中之物。他話音落下，身後虛影手中憑空出現一輪煌煌大日般的金色輪盤，輪盤之上符文流轉，散發出淨化萬物的浩然正氣。大日淨世輪！蕭凡厲喝一聲，將手中輪盤猛地掷出，金輪脫手，迎風暴漲，化作一輪真正的太陽，帶着焚山逐海的恐怖威勢，朝着蘇季當頭壓下。蘇九一眼看穿了來人的信息，萬年難遇的太陽神體，從魏瑪小廝一步一步走到聖地之主，是這一代修士中最為耀眼的新星之一。可現在，在這尊名為蘇季的怪物面前，這一切都顯得那麼可笑。面對那足以焚山逐海的煌煌大日，蘇季或者說他身後的那尊虛影終於動了。沒有驚天動地的法術，也沒有毀天滅地的氣勢，他只是緩緩抬起那只森然的白骨左手，5根骨指隨意的張開，然後輕輕一握，咔嚓，一聲清脆的令人牙酸的碎裂聲響起。那輪不可一世的金色太陽就那麼在空中猛地一擲，隨即其上布滿了蛛網般的裂紋。下一秒，砰！金輪炸裂，化作漫天金色的光點，如一場絢爛的煙火，然後熄滅。蕭凡臉上的傲慢凝固了，他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要知道大夏的修為上限只有金丹，而他得知他自己未來的成就是仙，雖然不知道強過金丹多少個境界，但肯定凌駕於大夏所有生靈之上，所以他才會如此肆無忌憚。而他未來的本命法寶足以擊沉大夏的無敌一擊，就這麼碎了。背之手輕輕一握，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從他的尾椎骨直衝腦門。他想逃，這個念頭剛剛升起，那尊虛影的另一只手臂，那覆蓋着漆黑鱗甲的右臂動了，手臂劃過一道極其簡單的軌跡，像是在驅趕一只惱人的蒼蠅，一巴掌扇了過去。沒有聲音，沒有報名，甚至沒有一絲靈力波動的外泄。蕭凡那張英俊的臉，連同他驚恐的表情，以及他的整個身體，都在這一巴掌下化作一捧血霧，連一聲慘叫都未能發出。一尊未來的仙就此煙消雲散。緊接着，虛影背後那兩桿漆黑的幡旗之一無風自動，其面之上一張扭曲痛苦的人臉一閃而過，正是蕭凡。隨即他便融入那億萬哀嚎的魂魄之中，成了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已成功炼化太陽神體，獲得神通法術大日金烏。蘇季能清晰地感覺到一股純淨的力量融入他背後的虛影中，很微弱，他好像又強了一點，就像是玩遊戲打怪升級，爆出了經驗值和技能，原始且純粹。結，那沙啞又帶着幾分瘋狂快意的笑聲再次響起。走，念，殺人！蘇九掙扎着想要開口，卻對上那只僅存滿是陰鬱與瘋狂的獨眼，僅是一眼，道心幾近破碎。完了，整個世界都完了。蘇季剛剛成為相思門外門弟子，按照流程，3日之後就會有人來切掉他無用的靈根，而蘇季在秘境中的強大終究是假的。那一日，他無力反抗，最後蘇季會帶着自己贈予的紫色天賦，加上這次天道秘境送出的獎勵，一步一步爬到最高。
帶着滿腔的怨恨，殺掉所有人。蘇九不知道蘇季是什麼時候離開的，但他看得見不遠處的邪氣衝天，有人想要反抗，祭出漫天飛雪試圖困住蘇季，僅用1秒就化作漫天飛血，也有成千上萬柄靈氣化作的飛劍憑空浮現，將半邊天幕都映照的雪亮，朝着蘇季席捲而去，劍勢滔天。可那蘇季身後那尊虛影只是輕輕勾了勾白骨手指，叮一聲輕微的機不可聞的顫音，那場席捲天地的靈劍就那麼硬生生的停在半空中，所有的飞剑剧烈的嗡鸣顫抖。他們見到了真正的君王，剑修的臉色瞬間煞白，他感覺到自己與飞剑的聯繫正在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強行剥夺。快回來！他嘶声力竭的咆哮，回應他的是那漫天飞剑調轉劍尖，咻咻咻，劍雨倒卷而回，速度比来时快10倍不止。劍修臉上的驚恐永遠凝固，連同他身後的劍神虛影，血霧爆開，又被蘇季背後的翻旗吸入。已成功煉化萬劍灵體，獲得劍道感悟劍一。天空掛起一輪詭異的紅月，有人身後萬丈金佛流下血淚，有的人身後通天徹地的神魔臨陣倒戈，控獸者被萬獸分食，掌雷者毙命於雷霆。或許這連屠殺都算不上，甚至比菜農回自家田地收菜還要來得輕鬆。恍惚間，蘇季已經將整個秘境中的人屠殺一空。蘇九抬頭，再次與那只瘋狂的獨眼對上。蘇季惡趣味上來了，學着虛影的陰森語氣開口：“姐，輪到你了，我的好師妹。”蘇九看到那尊名為蘇季的魔神正緩步朝他走來，而這一切的源頭僅僅是因為他沒能早點提醒他，宗門有個退無用靈根的傳統。荒謬絕望的情緒如潮水般將他淹沒。他不想死在這樣一尊怪物手裡，成為他身後那萬魂幡中又一張扭曲的臉。蘇九顫抖着手，拔出腰間寒光凛凛的佩劍，將劍鋒橫在自己雪白的脖颈上。也好，死在自己手裡總好過。蘇季看着蘇九的動作，人有點懵，不是演得太過了，怎麼就要抹脖子了？這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差了吧！姐。蘇季身後那恐怖的虛影依舊在狂笑，他那只森然的白骨左手緩緩抬起，精準地攔住蘇九手中的劍刃，任憑蘇九如何用力，劍刃都紋絲不動。蘇九猛地睜開雙眼，他要做什麼？連讓他自我了斷的權利都要剝奪。姐，笑聲再次響起。師妹，我很嚇人嗎？虛影與蘇季的本體同時開口，聲音重疊在一起。蘇九有些挫敗地開口。蘇季師兄，看在我不曾為難或是加害你的份上，給我一個體面的死法行不行？蘇季玩性大起，姐，師妹我也曾哀求過，可回應我的只有自己啊。蘇九無法反駁，我知道了。蘇季見他如此擺爛，無奈地收起那副反派做派，包裹着蘇九的滔天戾氣也如潮水般退去。雖然造型依舊獵奇，但至少不再讓人看一眼就道心破碎。師妹啊，別尋死了。蘇季開口，聲音恢復正常。你之前不是問我想活嗎？那我問你，你想死嗎？蘇九猛然抬頭，狐狸面具下那雙漂亮的眼眸裡寫滿驚異。他不殺自己，為什麼？他不是最討厭女修？蘇季未來的天命，那條絕愛、絕情、絕心、絕劍啊！哈哈，明明白白寫着要殺盡天下女修，自己一個活生生的女修，不該第一時間被撕成碎片，然後帶着桀桀怪笑遁入番種。蘇季大概能猜到他在想什麼，他嘆了口氣，神情變得有些複雜。師妹，我未來的樣子你也看到了吧？蘇九木然地點了點頭，說實話很強，但我不願變成那副鬼樣子。師妹，你也不想我未來變成那樣，對吧？他有些茫然地看着蘇季。世間之事，豈是想或不想就能輕易扭轉的？自然是不想的。但是這世上有太多事情並非你我意願所能。蘇季打斷了他，那我讓你幫我嘗試去改變的話，你願意？他身後的虛影，那只陰鬱的獨眼微微轉動，在審視着蘇九。還不等蘇季說完，蘇九就搶答了：我願意。我願意，甚至身後的尾巴都有些興奮的像小狗一樣瘋狂搖擺。蘇季澆下一盆冷水，但你別高興得太早，我信不過你。出了秘境之後，我的實力只能任你揉捏，你有什麼辦法能讓我覺得你是可信的，讓我覺得你會真心實意地幫我保住他？蘇季說着，眼神往下瞥了瞥，說服我，我就讓你活着離開這裡。這番話，蘇季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不管他現在借着未來的威能如何呼風喚雨，亂殺四方，這終究是鏡花水月。一旦離開天道秘境，他就會被打回原形，變回那個兜裡比臉還乾淨，連自己兄弟都快保不住的練氣期小修士。蘇九在秘境外的實力，他看不透，但絕对不弱。他是自己度過切根之劫最重要，也可能是唯一的助力。蘇九沉默了。他在剖析蘇季這番話裡的每一個字，真有人願意為了區區靈根，放棄既到的無上未來，以蘇季未來那等境界重塑肉身，再造靈根，恐怕只是一個念頭的事情。甚至蘇季可以創造出無數比原裝更好用、更強大的靈根。而蘇季身後的虛影以那種方式見人，不是白骨難以愈合，靈根難以修復，而是他單純的喜歡自己這個樣子。靈根一爪擊倒難求啊，保住那玩意兒，有比成為世間主宰更重要。他有些不理解，但蘇季絕對的實力沒有戲耍自己的必要。蘇九的聲音恢復了些許冷靜。
哪怕希望渺茫，他還是想要試一試此刻以我們两人的狀態。尋常的道心誓言毫無約束力，我願意九尾天狐血脈立誓，以血為祭，以神為引，立下命誓。他一邊說着，一邊手指放在心臟的位置，一滴嫣紅中帶着點點金芒的心頭血被他牽引而出，懸浮在空中。我蘇九願傾盡全力，哪怕不擇手段，也要助蘇季安然度過退靈根之劫，護蘇季靈根周全。蘇季看着那滴散發着異色的血液，雖然不知道天狐血誓究竟有多大約束力，但他隱約感覺自己背後的虛影在微微點頭。好，我同意。蘇季也跟着微微點頭。蘇九鬆了一口氣，他指尖一彈，那滴天狐精血一分為二，一半落在蘇季的靈根之上引入其中，一半落在蘇九的眼角之下，成為一顆淚痣。一股奇妙的聯繫在兩人之間建立。在血誓完成的瞬間，蘇季身後那滔天的戾氣竟真的消散了些許，那只陰鬱的獨眼看向蘇九的眼神也少了幾分瘋狂。既定的未来似乎真的被撬動，只是畫風還是有些不對勁啊。別的未来天骄身後站着的叫護道人，他蘇季的竟然叫護根人。護根人就護根人吧，唯一的壞處就是他以後恐怕都無法直视護道人这個詞了。現在也不是糾結稱呼的時候。他看向蘇九，所以那個為勝者一人的規則你是有什麼辦法繞過去對嗎？蘇九摘下臉上的狐狸面具，隨手別在腰間，那張清純的臉別有一番動人的韻味。蘇九沉默了片刻，似乎在組織語言，最後只是悠悠吐出幾個字：應該等着就行了。蘇季人有點麻，等着這就是你的辦法。蘇九搖了搖頭，那雙漂亮的眼眸略顯遲疑。這天道秘境給我的感覺不像是有自我意識的存在，它更像是一段被設定好的程序，冰冷刻板，遵循着既定的規則，而我或許能鑽這個程序的空子。蘇季反應不慢，否則他未來也不可能有那般成就。經過蘇九這麼一提醒，也是品出點味道來了。九尾天狐非人，所以在這套程序的判定裡，他不算人。這漏洞是不是有點太大了？玩遊戲卡 bug 就算了，修仙還能卡 bug，那就等等看。當然，蘇季還有一種辦法，大喊一聲拜托了，另一個我讓背後的虛影嘗試把這個秘境給揚了。不過蘇季感覺可行性應該不高，雖說是模擬全盛期，但蘇季感覺自己的全盛期已經超過這處天道秘境的上限，根本就無法完全模擬出來。他背後的虛影只能勉強模擬到媲美天道的水平。於是兩人就有一搭沒一搭的聊着。大約2炷半香後，那道毫無情感的聲音再次於9天之上回盪：天道秘境試煉結束，最終幸存者蘇季。承漏蘇季看向蘇九，對方也明顯鬆了口氣。這天道果然不太聰明。開始結算獎勵，已為蘇季量身定制。天命生成完畢。蘇季的眼前，一道全新的天命緩緩浮現。天命美人如玉，槍如游龍。天命品級紅色，效果需手動綁定女性目標，目標玉屬性越高，你獲得槍屬性加持越高，同時有概率領悟對方神通。蘇季，這天命怎麼說呢？很強，很實用，就是名字和效果都透着一股說不出的怪異。現在有人告訴蘇季，他掉到黃油世界裡了，他都信。然而還不等蘇季細想，蘇九的面前同樣浮現出一道赤紅色的流光。天命飄向未知的祈願，天命品級紅色，效果9尾天狐血脈復甦速度大幅度加快，解鎖部分神通。兩人面面相覷，雖然都不知道對方獎勵如何，但紅色的天命加持，不用想都知道弱不到哪裡去。這天道不但不聰明，甚至還有點慷慨過頭。下一秒，周遭的景象迅速褪色崩解，蘇季只覺一股力量包裹住自己，眼前的世界天旋地轉。當他再次腳踏實地時，已經回到自己那間破舊的小木屋，體內那股足以毀天滅地的力量，連同身後那尊恐怖的虛影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又變回了那個剛剛突破煉氣期的小修士。蘇九也一樣，恢復原本的修為，俏生生地站在他對面。只是眼角下那顆新添的淚痣，證明着剛剛發生的一切並非幻夢。屋內的氣氛一時間有些微妙，沒有了未來力量的加持，兩人之間的關係反而變得有些尷尬。還是蘇九率先打破了沉默，也不知道是天狐誓言的約束，還是他本身就是個重承諾的人。要不我們現在該商量一下怎麼保住你的靈根了。他指了指蘇季的下半身，表情認真。蘇季乾咳一聲，強行讓自己的表情也變得嚴肅起來。要的，修仙者沒了靈根還算什麼修仙者？你有什麼好主意？硬來肯定不行。蘇九解釋。我雖然有些底牌，但現在也只是個弟子，不可能和整個相思門的規矩對着幹。蘇季提出一個自己覺得還算靠譜的方案，那怎麼辦？你想個辦法，弄一個下山令牌，帶着我連夜跑路。相思門也不可能大張旗鼓來抓我一個外门弟子吧？蘇九直接否定。我弄下山手令容易，但是想帶你出去，恐怕得等你領了外門弟子的身份令牌才行，而領令牌之前就得……蘇季聞言，臉馬上就垮了下來。我暫時能想到唯一的辦法。蘇九沉吟道，就是按流程走。明天你就去退靈根吧。蘇季的臉色瞬間就綠了。蘇九瞥了他一眼，沒好氣地說道：我的意思是，表面上按流程走，宗門規矩，為新進外門男弟子退靈根，需由1名築基期以上或2名煉氣後期的弟子執行，以防意外。而執行者是可以申請的。蘇季腦中靈光一閃，你的意思是？沒錯。蘇九的嘴角微微上揚，像一隻偷心的小狐狸。由我來當那個操刀人，我去接下這個任務。到時候陽奉陰違，瞞天過海，我只需用術法制造些許幻象，再讓你配合一下，裝出痛苦的樣子。此
此事便可接過。這個計劃聽起來似乎可行，但蘇季還是有些擔憂，畢竟關係到兄弟的安危，萬一被發現了怎麼辦？放心，蘇九的語氣帶着自信。雖然我的血脈覺醒程度還不高，但我的幻術同為築基期肯定是看不穿的，而金丹大能不太可能来過問這種小事。至於你，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蘇季，你只需要負責叫得慘一點，像一點就行了。蘇季很快就發現了其中的漏洞，那切下來的靈根呢？你不需要上交證明自己完成了任務。蘇九臉色有些不自然。自然是要交的，我說了，我的幻術同为築基期是看不穿的，到时候放一根木頭进存根带交上去就好了。蘇季還是不放心，我覺得演戲就要演得天衣無縫。蘇九困惑不解，那你覺得我這個計劃哪裡有漏洞了？蘇季開口，萬一有人在我小姐的時候無意間看過我的靈根呢？蘇九有些無語，反駁，誰會那麼無聊給你記下來啊？蘇季顯然不接受反駁未來魔頭萬魂幡誓言，蘇九有些挫敗。你意思是要我1比1復刻？蘇季緩緩點頭，可我又沒看。蘇季繼續緩緩點頭，一切盡在不言中。蘇九臉上帶着幾分被脅迫的不願，用一臉嫌棄的眼神看着蘇季。至於嗎？蘇季不說話，只是發出桀桀桀的怪笑聲。蘇九閉上眼睛，小腦袋揚起，忍住自己想要打人的慾望，對天長舒一口氣。木屋裡氣氛彌漫着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蘇季清了清嗓子，打破這片尷尬，臉上帶着一本正經。師妹，我覺得此事關乎大夏的未來，還請看仔細些。蘇九那張清純的小臉繃得緊緊的，強行擠出一種公事公辦的表情，眼角下的淚痣卻在微微顫動。他撇過頭，視線落在牆壁斑駁的木紋上，就是不看蘇季。哦，那你準備好了就說一聲。聲音細若文瑞。蘇季答得乾脆不用準備，來吧。蘇九聞言並沒有任何動作。看來需要準備的人是他才是真的。足足2分半鐘之後，蘇九下了巨大的決心，目光終於從牆壁上移開，緩緩的、極其不情願的向下移動，一寸又一寸。屋內光線昏暗，蘇九的呼吸微不可察的停滯了一瞬。他沒有說話，只是伸出一根白皙的手指，指尖縈繞着一縷淡青色的靈力光暈，過去勘探。形態可。他低聲呢喃，像是在給自己加深記憶。威勢，鋒芒也。他的話語斷斷續續，每一個字都說得異常艱難，臉頰已經染上一層無法掩飾的绯紅。師妹，蘇季忽然開口，語氣誠懇，要不要上手量一下幻術這東西？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萬一到時候幻化出來的靈根不標準，豈不是一眼就被人看穿了？蘇九，哪有那麼容易被看穿了？明明就是你膽大包天。他猛地抬頭，那雙漂亮的眸子裡幾乎要噴出火來。與蘇九對話，目標符合審美，觸發戀愛選項。選項1繼續追問，強迫對方繼續，表示為了逼真，為了大夏的未來，他蘇季犧牲一點個人名節不算什麼，獎勵蘇九惱羞成怒的幻術攻擊，將你變成白痴，終生監禁在他的住所交屋層。選項2表示只是開個玩笑，緩和一下氣氛，獎勵蘇九的白眼一枚。選項3點到為止，表示師妹心中有數即可，自己相信他的幻術，獎勵蘇九好感+1。常駐選項以汝3尺微命，既無上劍道當前，擊殺樹林。這還用選？當然是選3啊！見好就收，過猶不及。而且選項1也太恐怖了吧！不愧是病嬌門，這師妹也有成為病嬌的潛力。看來不能拿大夏的未來無限的脅迫他突破自己的底線。也是，就算是惡墮，也得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至於選項2，真把這師妹惹毛了，明天他操刀的時候一個手滑，留下一點痕跡，自己哭都沒地方哭去。而選項3，甚至還能加一點好感。蘇季感覺有些離譜了，這就是折中的藝術。於是蘇季擺出一副通情達理的模樣，算了，師妹心中有數便好，我相信你的幻術。蘇九得到台階，連連飛快的點頭。我已經記下了，萬無一失。只是這句話幾乎是咬着牙說出來的，隨後語氣稍稍緩和了一些。明天辰時，你去登記成為外門弟子，我會守着貢獻堂接下任務的。在此之前，我們不要再有任何接觸，以免惹人起疑。說完，他轉身就走，背影帶着幾分落荒而逃的狼狽。惹人起疑是假，不想再看見蘇季才是真的。木門吱呀一聲被拉開，又砰的一聲被重重關上。蘇季站在原地，看着緊閉的屋門，嘴角的笑意再也壓不住了。總算是把這位未來的九尾天狐暫時的護根人給安排得明明白白，度過這一劫，那不就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然而蘇季和蘇九都未曾察覺，就在不遠處一棵老槐樹的陰影裡，一雙眼睛死死地盯着蘇九離去的方向，眼中的光芒炙熱的幾乎要燃燒起來。那是一個同樣身穿雜役服飾的弟子，身形瘦削，相貌平平。他叫王三儿，這也是他穿越的第3天。他也是大夏人，沒想到穿越了，所在的國家還叫大夏，真是有些巧了。不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穿越者就注定了會成為世界的主角啊。只是今天有一件事讓他非常不爽。他親眼看着那個氣質絕佳的紅衣師妹，下午進去直到晚上才從蘇季那間破爛的木屋裡走出來，臉上還帶着一抹古怪的紅暈。一個雜役弟子，一個仙子般的師妹，這還能發生什麼好事兒？妒忌的火焰瞬間就點燃了王三的心。憑什麼？他可是穿越者，憑什麼他沒有此等待遇？王三的拳头在袖中悄然握緊，他就在不久前憑借自己的努力突破炼氣期，同樣獲得天命加持。天命君子藏气於身，天命品級白色，效果你可以将自己的大气缩入腹中，死亡前不受任何外力伤害。
雖然只是個白色天命，但王三卻覺得這是神蹟。有什麼是比保住靈根更重要的事情？而且他的天命又不止這一個，只要他再突破境界，源源不斷的天命加持，一群土著怎麼和開了金手指？被天命加身的他斗。王三的眼底閃過一絲陰狠，等着吧，用不了多久，這位漂亮的師妹就會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大器之才。木屋內，蘇季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另一個老鄉給惦記上了，他正沉浸在對未來的規劃之中。從蘇九口中得知，正常修行者突破炼气期一般只會有一個綠色的天命，而他呢，黑、彩、紅三條高質量天命加身，還有一個願意為自己兄弟兩肋插刀的護根人。這開局已經不能用天胡來形容，簡直是天道追着喂飯。心念一動，他的天命信息便清晰地浮現在眼前。前兩條暫且略過。天命美人如玉，槍如游龙。天命品級紅色，效果需手动綁定女性目標，目標玉属性越高，你獲得槍属性加持越高，同時有概率領悟對方神通。只要找到一個足夠玉的女性，關鍵在於那個玉屬性是指靈氣屬性嗎？就像金靈根、木靈根之類的，這玩意兒到底是怎麼判定的？蘇季的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出初見時蘇九那邁過門檻的雪裡透粉的小腿，浮現出他那雙清澈又帶着幾分狡黠的眼眸，宛如白玉雕琢而成。夠了，絕對夠了。蘇季敢用自己的兄弟擔保，蘇九的玉屬性絕對是頂級的。這個世界的畫風都這麼離譜了，天命會有這種判定？蘇季覺得大概率不會猜錯的。問題是怎麼說服蘇九綁定？蘇季在破舊的木屋裡來回踱步，強行攔住他，說：“師妹，我看你骨骼驚奇，與我有緣，讓我綁定一下。”師妹，為了大夏的未來，綁一下唄。這個想法剛一冒出來，蘇季就立刻掐命了，風險太大，蘇九的實力遠在他之上。兔子被逼急了還要咬人，到時候兩人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脆弱友誼崩塌了怎麼辦？怕不是會被他的狐狸尾巴抽成陀螺？思來想去，似乎只能等到明天在那個手術台上再找機會了，也只能這樣了。蘇季嘆了口氣，暫時壓下心中的躁動。他盤膝坐下，開始運轉相思門發放給雜役弟子的大眾心法，提升自身的實力才是最根本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蘇季便推開木門，朝着外門弟子登記處走去。外門弟子登記的地方被稱作人事堂，這名字讓蘇季感到一種撲面而來的熟悉。或許是因為清早的緣故，堂內冷冷清清，只有一個身形微胖的執事弟子正趴在長案上打着瞌睡，嘴角還掛着一串一言難盡。蘇季走上前，輕輕扣了扣桌面：“師兄。”那執事弟子被驚醒，睡眼惺忪地抬起頭，抹了把嘴角的口水，眼中滿是不快。他瞥了蘇季一眼，又看了看他身上的雜役服飾。懂規矩不？蘇季心裡咯噔一下，規矩什麼規矩？他迅速在腦中過了一遍雜役弟子的記憶，沒有任何關於登記時需要遵守什麼特殊規矩的信息。見蘇季半天沒反應，那執事弟子的臉上露出了幾分不耐。他把手放在桌上，伸出大拇指，在中指和食指上慢悠悠地搓了搓，同時嘴裡還嘟囔着：“哎呀，怎麼寫字的墨水弄到手上了，真麻煩。”行了，這一下蘇季要是再看不懂，那大夏20年就算是白活了。合着修仙界也得講人情世故，這麼地道，真就原汁原味的大夏風。問題是蘇季現在一窮二白，除了一顆凝血丹之外，拿什麼去賄賂？是了，等會兒找蘇九要一點啟動資金了。富婆，范丟人嗎？不丟人啊，想吃但吃不到才丟人。可俗話說得好，閻王好惹，小鬼難纏。今天要是把這位師兄得罪了，天知道他會不會給自己下絆子。蘇季心中不屑，臉上卻堆起笑容。師兄，師弟我剛突破煉氣，這種天大的喜事自然是要與師兄分享的。他話鋒一轉，面露難色，奈何師弟我天資愚鈍，為了湊夠突破的資源，已是傾家蕩產。不如這樣，師兄寬限我2天，等手頭寬裕了，師弟定當奉上3枚下品靈石，與師兄同樂。那執事弟子聽完，臉色總算緩和了不少。他慢條斯理地收回手，師弟有心了，師兄我也不是白拿你東西的人。他壓低聲音，露出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到時候我送你一些咱們相思門的特產，也算慶祝師弟你正式踏入仙途。胖子執事也沒有想到，自己今日這隨口一句話，會成為日後大夏的萬惡之源。蘇季略微思考，相思門的特產，這鬼地方能有什麼正經特產？他按捺住好奇，沒敢多問，怕言多必失。等會兒還是去問蘇九來的穩妥。執事弟子見蘇季如此上道，便麻利地給他辦好手續，取出一枚空白玉簡。行了，流程你清楚吧？去贡獻堂那邊等着，看誰接了任務，你就配合一下。完事之後，把灵根袋帶回我這裡，就能領你的外門弟子身份令牌了。多謝師兄指點。蘇季拱手告辭，按照約定，朝着貢獻堂的方向走去。與此同時，王三臉色鐵青地從另一間屋子衝了出來，他的腳步有些虛浮，額頭上布滿冷汗，像剛從鬼門關裡走了一遭。差一點，就差那麼一點點，他就要和自己相伴多年的好兄弟說再見了。這到底是個什麼狗屁宗門？成為外门弟子的代價竟然是去世。王三靠在牆上，大口喘着粗气，眼中滿是後怕與滔天的怒火。要不是他天命加身，觉醒了君子藏气於身這等神技，在關鍵時刻將自己的大氣縮入腹中，再謊稱自己天生便是天煙，他現在恐怕已經是個廢人了。等着都給老子等着！王三咬牙切齒，將這份屈辱死死記在心裡。他才是天命所歸的穿越者，這些土著遲早要為今天的所作所為付出代價。平復了許久，他才整理好儀容，朝着貢獻堂走去。
先給那個對着他褲襠硬掏半天，最後一臉失望的變態師姐打一個差評先。就在王三神識沉入玉璧掃任務列表時，一條剛剛發布的新任務吸引了他的注意。任務為新晉外門弟子蘇季褪去無用靈根，任務獎勵20貢獻點，要求築基期修士1名或練期後期修士2名。蘇季，王三先是一愣，隨即臉上浮現出扭曲的狂喜。昨天他剛好打听了一下名字，那個讓仙子班的師妹在屋裡待了半天的雜役弟子，報應，這就是報應啊！王三的妒火熊熊燃燒，一個惡毒的念頭湧上心頭。他要接下這個任務，他要親手。他將神識探向那條任務，試圖接取，修為不足，無法接取。玉璧上浮現出一行冰冷的文字，王三的笑容僵在臉上。他忘了自己也才剛剛突破練氣，修為根本不夠。不過這點小小的挫敗感，很快就被巨大的幸灾樂禍所取代。接不了就接不了吧，反正蘇季的下場已經注定。呵呵呵呵呵呵。王三低声笑了起来，笑聲中滿是快意。蘇季總不能也有天命君子藏器于身吧，讓你小子爽一时，到頭來還不是要變成一個不完整的男人。果然，只有他王三才是被天命眷顧之人。這個世界的真正主角只能是他。隨後，他在看向任務時，顯示已經被接取。誰這麼快的手速啊？操刀人蘇九，王三儿，不公平！為什麼接他任務的就是變態師姐？這裡面有黑幕啊！他不信蘇九會對蘇季下刀，他要舉報啊！不行，蘇季那個吃軟飯的混蛋，蘇九能夠獨立接下任務，說明他最少也有築基修為。自己舉報未必會成功，沒準還會惹火燒身。難道就要這樣看蘇季和他一樣木秀於？忽然，王三眼睛一亮，有了！接下來的日子，他要用自己靈根吸納靈氣，然後排出無用的濁氣，然後去挑釁那些師姐師妹。修為低一些的排到他曬的衣服被子上，修為高一些的就偷偷排到他住處的房門上，最後弄得宗門天怒人怨。一定會舉行大調查，看看是誰這麼大的狗膽不好好修煉，弄得到處都是，任他們想破腦袋。也不會想到是他王三狗膽包天，藏器於身，而蘇季就會成為他的替罪羊，百口莫辯。果然，強者不抱怨環境，一個白色天命也能被他玩出花來。當蘇季踏入貢獻堂時，這裡的人氣比人事堂要足上不少，來來往往的弟子或行色匆匆，或三兩成群的低聲交談。蘇季的視線在堂內一掃，很快就鎖定了目標。角落裡，蘇九那身紅裳在一眾或灰或青的道袍中顯得格外扎眼。他似乎等得有些不耐煩，正用手指無意識地捲着自己的一縷髮梢，那張清純的小臉上寫滿生人勿近。蘇季僅僅瞥了一眼，便若無其事地移開視線。他裝模作樣地走到那面巨大的玉璧前，伸出手將微薄的神識探入其中。玉璧上光滑流轉，無數任務信息如瀑布般刷過。他花了點功夫，才在任務列表的偏下方的位置找到那條屬於自己的記錄。任務為新晉外門弟子蘇季褪去無用靈根，操刀人蘇九。很好，計劃還沒出現問題。蘇季收回神識，轉身走向不遠處長案後的執事弟子，還是上次那個胖師兄。他此刻正百無聊賴地用一根小尺掏着耳朵。師兄，打擾一下。蘇季擺出一副謙卑恭敬的姿態。胖執事抬了抬眼皮，認出了蘇季，語氣不鹹不淡。哦，是你啊，怎麼了？師兄，我剛剛在玉璧上看到我的任務已經有人接了。蘇季故意露出幾分忐忑與不安，聲音也壓低了些許。上面寫的操刀人是蘇九，請問我該如何聯繫上這位師姐？他特意用了師姐這個稱呼，能獨立接下這種任務的，修為至少也是築基期，喊一聲師姐合情合理，也顯得自己有眼力勁。那胖執事聽了，用看傻子的表情看着蘇季，脖子都懶得轉，只是朝蘇九的方向揚了揚下巴。蘇九不就在那邊嗎？穿紅色衣服的那個就是，自己過去。蘇季臉上立刻浮現出恰到好處的恍然大悟，他連忙對着胖執事拱手，多謝師兄指點，多謝師兄。演完這一套，他才轉身朝蘇九的位置走了過去。走近之後，蘇季忽然發出一聲驚呼啊！師妹，你是蘇九？蘇季的聲音不大不小，剛好能讓附近幾個弟子聽清。真是巧了，我記得好像幫我突破練氣的也是你吧？當時走得急，都忘記問你名字了。他臉上掛着熱絡的笑容，不知道的還以為他遇到了久別重逢的老友。蘇九緩緩抬起頭，看着蘇季那張寫滿真誠的臉，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眼角下的那顆淚痣為他此刻的表情平添幾分冷意。不巧啊，他的聲音柔糯，話裡的內容卻像淬了冰。突破練氣那個任務，你可是給我打了差評的。他頓了頓，那雙漂亮的眼眸上下打量着蘇季，最後視線落在他下半身的位置，意有所指地補充了一句：我守着你呢，还巧不巧了？这幾句簡單的對話，周圍幾個本就閒着沒事兒，將注意力投向這邊的弟子，臉上全都露出心照不宣的古怪笑容。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們還在好奇，蘇九一向對這種退靈根的任務不屑一顧，甚至有些反感，今天怎麼破天荒的接了？感情是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得了便宜還賣乖，給人打了差評，把人給得罪了。這下有好戲看了。一個弟子壓低聲音對着同伴齊眉弄眼。
這小子完了，落到蘇九手裡，怕不是要被玩出花来。另一個弟子深以為然的点頭，臉上滿是幸灾樂禍。何止是玩出花来，我猜蘇九师姐能在他那灵根上给他精雕細琢的改个花刀。啧啧，真惨！惨什么惨？瞎打差評，完成任務的貢獻點要被扣掉一部分，他就是活該。竊竊私語聲中，好哥幾人看向蘇季的眼神已經充滿憐憫，當然更多的是看熱鬧不嫌事大。只有王三看着這一幕咬碎了後槽牙。狗男女還演得挺像那麼一回事兒，要不是他知道真相，估計也被騙了，都給他等着。蘇季不知道蘇九已經在心裡把他罵了一遍，怎麼還臨時加戲？這和昨天說好的不一樣。虧他反應夠快，才沒有露相。蘇九抬起眼，那雙清澈的眸子就這麼靜靜地看着蘇季。跟我走。蘇九丟下3個字，便轉身朝着貢獻堂外走去。紅色的裙擺劃出一道利落的弧線，周圍的弟子們紛紛讓開一條道。然而，所有人都沒料到，蘇季並沒有跟上去。他猛地一個轉身，衝回胖執事面前，臉上是肉眼可見的驚恐。